Won't get too heavy, leave it to me. If you're ready, don't keep your feelings to yourself. If you're ready, I'll just all of this. 我这是喝了多少？头怎么这么疼？这个老姜都半截入土了，还玩不醉不飞那一套，哪有个全球首富的样子？老姜，喝到这儿就差不多了，明天我还得上班呢。这哪行，老叶，这次要不是你出手帮我解决黑客袭击的问题，我起码得亏损上百亿。酒店的房间我已经给你开好了，今晚咱哥俩不醉不归。要不是当年那件事儿，你这个网络安全的技术大神，又何苦栖身在云城20年？要不你来浩瀚集团当技术部总监吧，我再额外给你50%的股权，怎么样？算了，一把年纪没心思了，喝酒。哈哈哈哈哈哈！你是谁？小姑娘，你看啊，这是我的房卡，真是你走错了。杨景兰啊，杨景兰，你怎么这么粗心大意？买醉也就罢了，居然走错房间，还和一个陌生大叔睡了。小姑娘，你放心，既然事情发生了，我不会逃避，我肯定会负责的。大叔，我连你干什么叫什么都不知道，怎么负责？那个，我是启盛公司的程序员，今年48岁，叫叶。杨总不好了，昨晚大批黑客袭击云城各互联网公司，我们公司的防火墙被攻破了，后台大量数据流失。什么？公司的防火墙被攻破了？我马上回去。小姑娘，你们公司的防火墙出问题了吗？哎，等等，我是个程序员，可以帮忙。大叔，您这个年纪的程序员，头发还这么茂盛，不容易，还是好好留着吧。哦，你说这个，我平时比较注意保养。哎，姑娘，这头发和技术没关系。小吴总，你怎么来了？防火墙失窃，隐瞒不报，导致系统倒机，害公司损失近3000万。我要是不来，你还想隐瞒到什么时候啊？什么？小吴总，这不可能！公司的防火墙是我亲自设计的，从来没出过问题。不信，你可以问老吴总。闭嘴！你还有脸提我爸？他才出国养病2个月，你就捅出这么大的篓子。现在我给你2个选择。要么10点前解决问题，找回数据，弥补损失；要么我就送你去蹲监狱。师傅，你一定要救救我啊！赵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昨晚我想试试自己开发的防火墙程序，就趁着公司没人，把公司系统的防火墙替换了。可没想到黑客突然发起攻击，我那个防火墙根本守不住。师傅，我错了，你救救我吧！要是公司知道是我做的，我这技术总监的位置可就没了。我才刚贷款买了房子，我妈还在医院呢。毕竟是我向老董事长举荐你做技术总监的，我也不想老董事长失望。你起来吧。师傅，怎么样了？黑客用的是渗透式攻击病毒，防御不难，只要在你的防火墙上加装反追踪程序，反过来攻击他们的服务器就能解决。反追踪程序，原来是这样。不过这种手段最多用1-2次，不然他们就可以反过来找到你的防火墙基点。只要再次发起进攻，系统就会完全崩溃。行了，数据已经开始恢复，等稳定后，
再替换回原来的防火墙就行了。师傅，谢谢你，你这真是帮了我大忙了。对了，这是商业部门送过来项目合作文件，需要各主管签字，我帮你拿过来了。好，赵典啊，你什么都好，就是太急功近利，好高骛远。师傅，以后我一定注意。小吴总，你来的正好。由于你玩书职守，给公司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这是离职文件，你从今天起被开除了。我被开除了？怎么？你给公司造成这么大的财产损失，不开除难道还要留着你吗？什么意思？你说是我造成的财产损失？不是你难道还是我啊？叶枫，你刚刚不是已经在事故责任认定书签字了吗？怎么现在不认账？还是说这名字不是你亲手写的？责任认定书？叶枫，事故责任书上有你的亲笔签名，证据确凿，你还想抵赖不成？赵扁，叫我赵总监。赵总监，这签名怎么来的？你不清楚吗？叶枫，平日里你仗着是我师傅，在公司里偷奸耍滑、摸鱼划水也就罢了，我都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谁让你年纪大了还是我师傅呢？但你千不该万不该，胆大到偷换程序、擅离职守。这次就算你是我师傅，我也绝不会袒护你。这是你们设计好的。老董事长知道这件事吗？我爸正在休养，现在公司的一切都由我来负责。明白了，小吴总，看在老董事长的多年的照顾上，我提醒一下，下个月的云城技术峰。行了，老东西，这用不着你操心，我才是公司的技术总监。没错，公司有赵典就够了。对了，走之前记得把公司配给你的别墅和车子钥匙交出来，还有手机，那上面有客户资料都要收回。防火墙系统设计不是那么简单，希望你们不要为今天的事儿后悔。一天到晚啰啰嗦嗦，都被开除了，废话还那么多。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跪下来给你舔鞋。亲爱的，恭喜啊，终于把那老家伙赶走了。是啊，一个小小的技术主管，居然还要享受经理级别待遇，配车配房，真是好大架子。而且他设计的防火墙，每年维护费高达2亿，简直是无底洞。我爸怎么会留这种垃圾到现在？放心，我设计的防火墙比它好用还便宜，刚刚已经弥补最后短板，可以正式用了。真的？那下个月技术峰会可就靠你了。云城很多公司抢10亿项目，你有把握吗？放心，云城只有青城算对手，可他们哪次不是跟在我们后面吃灰？更何况我有5道防护程序，云城独一档。别听叶枫危言耸听，他就是吓唬我们。太好了，拿下项目我直接升你副董事，我爸一定会认可你，答应我们在一起。那当然，来，宝贝儿，为我们的美好渐来干一杯。不好了，吴总！不好了，吴总！公司系统崩溃了！什么？情况怎么样了？国外黑客再次大面积袭击夏国企业，公司防火墙已被攻破40%，大部分服务被迫终止，不超过3小时，系统就会彻底瘫化。吴总，用户都在投诉，公司股价也开始下跌了。怎么会这样？赵典，我才刚上任，出这么大事，我爸不会放过我的。放心吧。黑客用的是渗透式攻击病毒，防御不难，只要在你的防火墙上加装反追踪程序，反过来攻击他们的服务器就能解决。反追踪程序。搞定！系统真的恢复了，赵总监，你太厉害了！太好了，赵典，幸好有你在，不然我肯定要被爸爸责怪了。我相信下个月的技术峰会，你一定可以帮公司拿下项目。赵工，你可真是我们的定海神针啊！是啊，是啊。怎么样，系统修好了吗？系统基本稳定，可以使用了。但要说没有影响，整个云城估计也就启盛公司敢说这个话了。毕竟他们公司有叶枫这个大神在。是啊，
要是能把他挖来就好了。不仅公司的防火墙不用担心，就连下个月的技术峰会也是板上钉钉啊。说的容易，叶枫可是吴清扬那老东西的心头肉，为了隐藏他，消息封锁，外界连一张照片都没有，想挖他简直天翻叶翻。我是启盛公司的程序员，今年48岁，叫叶。有消息，叶枫离职了。什么？杨总，刚刚得到消息，启盛的叶枫离职了，真的？告诉人力资源部，无论如何也要把叶枫给我挖过来，只要成功了，一人奖励100万。明白？不行，马上备车，我要亲自去邀请叶枫加入公司。走。杨总，这边。喂，老姜，老叶啊，你都休息了1个月，啥时候来我公司上班啊？按之前说的，我把技术部全权交给你，再给你50%的股权。谁说我休息了？我这个月都在开发新的防火墙系统，等我弄完，我就去找份工作。哎呦，云城那种小地方哪里容得下你这尊大佛？来京海，我给你展示才华的机会。不说了，系统开发成功了，我要去找工作了。世界第一白客设计的防火墙系统，这种好东西怎么可以让给那些不识货的蠢材呢？通知商务部，浩瀚集团准备入驻云城。哼，你不来，大不了我把整个浩瀚集团都搬过去。杨总，你已经熬了3天3夜，再不休息身体会垮的。公司好不容易进入技术峰会的决赛，云城政府那10个亿的项目今天必须拿下，否则别说公司维持不下去，我舅舅也一定会借此事大做文章。对了，叶枫有消息了吗？还没有，他离职后很多公司在找，暂时没人知道下落。继续找，你再问下会场，参赛的防火墙系统是否稳妥？倾城筹备上市2年，这次至关重要。是。喂，什么事儿？杨总，不好了，技术峰会这边出事情了。什么？你好，我是来面试的，请问一下，去青城公司面试要去几楼？坐电梯到42楼。谢谢。对不起啊，小姐。是你？是你啊，小姑娘，没想到还能在这儿见到你。被公司开除了？是啊，这不出来找个新工作，没想到你是青城公司的。杨总，技术峰会那面情况紧急，我们还是先过去吧。技术峰会，要不带我一起过去？我懂点技术，可以帮你们看看。你一个被开除的小程序员，就算去了能有什么用？小姑娘，人不可貌相，这俗话说得好，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行了，他留在公司，万一说漏点什么，对我如今的处境恐怕更加不利，还不如带着身边，等技术峰会结束，再跟他好好谈谈。你可以跟我们过去，但是记住，到了那边千万不要乱走。到底怎么回事？杨总，不知道为什么第5道防火墙的构建程序一直报错，始终构建不了。让我看看。哟，
这不是青城公司的杨总吗？你亲自过来是为了恭喜我们启盛拿下峰会项目的吗？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吴总，还是不要小瞧自己的对手才好。这旗鼓相当，有来有回，那才叫对手。青城每次都输给我们启盛，能叫对手吗？啊，杨总，对了，听说青城内部最近闹得很凶，要我说，这技术不过关，不如就趁早倒闭吧。技术倒不是什么大问题，只要在代码中重新定义安全策略，配置访问控制和测试数值，就能构建成功了。不是让你别说话吗？你出来做什么？这不是你能掺和的事情。哼，我说青城怎么越来越不行了？原来成了垃圾回收件，怪不得马上就要破产倒闭。叶枫，你倒是没闲着，刚被开除1个月就找到下家了。叶枫，你就是启盛的技术大神叶枫？是啊，我是叶枫，名片上不是有我的名字吗？我要亲自去邀请叶枫加入公司。走。杨总，原来这个大叔就是叶枫，这下我们有救了。看来杨总还不知道叶枫是怎么离开启盛的吧？他篡改防火墙程序，导致系统被攻破，害公司损失了3000万，这才像条狗一样被踢出公司。不错，我不过念他是老员工，给他点体面，这才对外说他是离职。没想到你们青城居然还把他当成了救命稻草，真是可笑。事实如何？你们心知肚明。杨总，现在先准备比赛吧。诸位，今年的技术峰会决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诸位做好准备了吗？这次比试的核定很简单，我们准备了一款最新型的网络病毒，我们会将参赛的防火墙系统降低90%的性能，进行试验。每家公司有2轮测试机会，谁的防火墙抵御的更久，就是最终的获胜方，将获得10个亿的项目支持。接下来，请启盛公司率先开始。老东西，等我赢了青城公司，拿下10亿项目，再来好好收拾。杨总，看到了吗？5道防火墙，这就是启盛为什么能在网络安全研发方面一直碾压你们青城一族的底气。测试开始。启盛公司第1轮测试结束，7分50秒。赵总威武！在削弱90%功能的情况下，还能支撑将近8分钟。赵典这些年还是有点进步的，但也仅此而已。仅此而已？你一个被开除的老头子，好大的口气！行了，都什么时候了还说这些？到我们了，何成，有把握吗？放心吧，杨总，为了这个项目，我们技术部准备了整整4个月。难。我刚才看了一下，你们的程序代码安全策略和配置数值都不理想。你的意思是我们会输？如果不修改，恐怕第1道防火墙撑不了10秒。笑话！你怎么短就看出防火墙漏洞，你还能被开除？就算可以，你1分钟就能搞定吗？年轻人，你不行，不代表别人不行。须知一山还有一山高。够了，叶枫，我相信我的技术员。测试开始。杨总，放心吧，何主管可是正儿八经985大学毕业的高端人才，绝对可靠，不像某些沽名钓誉的人。看来情况没有那么糟，这叶枫倒也没有业内传的那么神。青城公司第1轮测试结束
3分21秒。哈哈哈哈哈！杨总，这就是你们公司准备的防火墙系统？你要不说，我还以为是防火网呢。要我看啊，这第2轮也不用测了，省得浪费大家时间。这还怎么比啊？我们的4道防火墙在削减性能的情况下，压根抵御不足5分钟，更别提超过起胜的8分钟。就算再比100次，也是一样的结果。何主管，你快想想办法呀！对不起，杨总，我失败了。难道倾城注定要输吗？要不我来试试。你不是还有1轮测试机会吗？防火墙的系统框架已经架设完毕，就算你刚才说的是对的，可我们没有再次修改的机会了。你拿什么赢起胜？谁说我要用你们的系统了？我有我自己的防火墙。开什么玩笑？你知道构建一整套防火墙系统有多复杂吗？凭你一个人，怎么可能完成？就是，我们倾城技术部几百人耗时3年才勉强搭建出来，你自己就能做一个防火墙，难不成我们倾城的员工都是废物不成？杨总，不说他的话是真是假，就算他真的搭建了防火墙，难道还比得过我们倾力研发的系统吗？他上去只会更丢人。依我看，不如让何主管他们再试一次。你可以问问他们，再试一次的结果是什么。杨总，要不你就让这个丧家之犬试试呗，万一他真的老当益壮，能够力挽狂澜呢？是啊，没准我们云城互联网行业还能传出一段佳话：半百老狗临危救主，女总裁无以为报，以身相许。叶枫，你真的有把握？在技术方面，我活了半辈子，还没输过。恐怕第1道防火墙撑不了10秒。哎，等等，我是个程序员，可以帮忙。杨总，你该不会真相信他说的吧？杨小姐，如果贵公司没有其他办法的话，我就要宣布结果了。杨总，认输吧，你该不会真相信这条被开除的老狗说的是真的吧？啊？信不信是我的权利，还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我杨景兰的字典里就没有认输这2个字。就算只有1/1000的希望，我也会放手一搏。检测到低级防火墙系统，请问是否覆盖？覆盖。哼，故弄玄虚，弄个语音包，装什么未来战士？何主管，你说叶枫设计的这防火墙有几道防护，能打败赵典吗？不知道，不过叶枫作为老牌大神，还是赵典的师傅，再怎么样也不会比赵典差吧？至少也应该有4道吧？我才是启盛的技术总监，他一个被开除的老废物，也配跟我比？要不是我一直容忍，他早就被启盛扫地出门了。没错，要不是看在赵典的面子上，这种安杂老狗哪有资格在我们启盛混吃混喝？真以为谁都是赵典这样的天才吗？一个人就能估价出拥有5道防护的防火墙系统，简直是痴人说梦。到底谁在做梦？一会儿就知道。覆盖完成，星辰系统守护您的安全。怎么才3道？叶枫，这就是你说的必胜的把握！叶枫，这种入门级别的程序，你还真好意思拿出来？有时候程序多未必是好事。可以开始测试了。希望叶枫这3道防护墙能多坚持一段时间。怎么回事？才1秒钟，第1道防火墙就被突破了！叶枫，你要害死我们倾城吗？我就知道会这样，老家伙，你现在知道自己到底有几斤几两了吧？啊？难道我真的信错人了吗？吴总，恭喜你，看来这次的项目归你们启盛公司了。谢谢托马斯总裁。哎，早知道这样，还设计什么比赛呀？连1分钟都坚持不到。
浪费社会资源。别着急下定论，输赢还不一定。闭嘴吧你！要不是你，我们至于输得这么惨？这下杨总和倾城在云城要彻底沦为笑柄了。我早说了，这个老不死的就是个半截入土的废物，你们居然把宝压在他身上，真是找死！少典，我说了，你太急功近利不是好事。够了，叶枫，你不用再说了。现在的结果是我自作自受，我谁也不怪。但是从今晚后，请你不要出现在我的眼前。杨总，闭嘴！托马斯总裁，这次技术峰会是我们倾城输了，技不如人，我们认了。等等，杨总，你快看！这怎么可能？这不可能！这不可能！明明3道防火墙都被突破了，怎么会逆转？没什么不可能的。我记得我教过你，不到最后1秒都不要轻易判断成功或失败。你怎么知道你看到的不是对手想让你看到的？守住了！不光守住了，我们的防火墙还反向杀死了主办方设计的病毒，这就是大神的实力吗？杨总，恭喜你，这次的项目就归倾城公司负责了。稍后我会安排人过来跟你签约。谢谢托马斯先生。赵典，你怎么答应我的？那可是10个亿的项目，我怎么和我爸交代？你为什么连一个老家伙都比不过？丽媛，小吴总，不得不说，你的眼光比起老吴总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别得意，只是侥幸赢了1次而已。这防火墙系统还没有经过市场验证，说不定以后有更大的麻烦等着你们。咱们走着瞧。与其担心这个，你不如担心一下你自己。我有什么好担心的？如果我猜的没错，你肯定没有将启盛的防火墙系统替换回去。启盛这样一个超过20年的老公司，用户日流量超1000万，它所面临的挑战可不是你这个半桶水的防火墙能够解决。放屁！我的防火墙系统已经运转1个月了，什么问题都没有。不仅如此，还给公司省了接近2000万的维护费用。从长远来看，启盛放弃你绝对是正确的选择。是吗？不好了，赵总监，公司的系统崩了。什么？系统崩了？赵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爸，混账！为什么公司的系统崩溃了？合作商的电话都打到我这边了，还有技术峰会的项目也黄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爸，你听我解释。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叶枫呢？为什么我打电话联系不上他？爸，叶枫他被我开除了。什么？你这个逆女，你是要气死我吗？你给我等着，我今晚就坐飞机回来。你不给我解释清楚，我就和你断绝父女关系。怎么办？我爸要回来了！少典，你个混蛋！当初都怪你夸下海口。丽媛，你别急，我们先回公司把系统的问题解决了再说。叶枫，谢谢你。不客气，就当是对那件事的补偿吧。闭嘴！那个倾城还需要你的系统，你看能不能加入我的公司？没问题。真的？我本身就是来找工作的，不是吗？你好，杨老板，以后请多多关照。杨总，他怎么了？杨总为了这次的项目，已经3天3夜没合眼了，快送杨总去医院。好。病人操劳过度，累晕过去了。进一步的检查明早才能出来，晚上
你们留个人照顾他。好的，谢谢你啊，医生。你也回去休息吧，这里有我。你一个大男人行吗？不是还有护士吗？你快回去吧，不然又得晕一个。我这老胳膊老腿可照顾不了2个人。行吧，那杨总就麻烦你了。现在的年轻人啊，真卷。我这是在哪儿？杨总，你醒了啊？杨小姐，你的检查报告出来了。你这次晕倒除了过度劳累之外，还有一个原因，你怀孕了。什么？我怀孕了？杨小姐，你别激动，你本身就劳累过度，激动容易动了胎气。快听医生的，你先坐下。老先生，恭喜你啊！你要当外公了，好好照顾你女儿吧。外公？杨总，叫我景兰吧。景兰，这孩子我是不会留的。不说公司现在离不开我，我们的关系要怎么跟外人说呢？夫妻、情侣，我们的年龄合适吗？杨总，不好了！我们更换系统之后，公司的服务器全都瘫痪了，公司所有项目部停摆了。我马上回公司。行了，试试吧。吴总，系统恢复了。叶枫那个老不死的，还说我的防火墙系统有问题，出点小故障不是很正常吗？大惊小怪。系统是没问题了，但是技术峰会的项目怎么办？我爸马上就要回来问罪了。要不，你就跟老董事长说，是叶枫窃取了公司资料，这才害我们输了。这行吗？他人都走了，有什么不行？而且你放心，我的防火墙系统一定比他的好。等他那面出现问题，项目还是会回到我们手里的。好，就按你说的办。放心，我不会让你失望的。你看，现在系统不是运行的好好的。糟了，系统彻底被攻破，就连服务器都瘫痪了。什么？这不可能啊！混账！我才出去养病几天，你们是要把天捅破吗？爸，你个逆女！裁掉叶枫，导致系统被攻破，服务器也受到牵连，公司现在损失了5个亿。你是想害公司倒闭破产吗？还有你的防火墙系统狗屁都不是，这次的损失你赔不出来，准备洗干净屁股坐牢吧！董事长，我闭嘴！爸，你错怪赵典了，这次是叶枫自己有了异心，他早就跟青城公司眉来尾去。要不是赵典及时发现，我们损失会更严重。是啊，董事长，叶枫对您怨气很重，经常说你雪藏他，耽误他发展，还明里暗里鼓动我一起走呢。当真？千真万确啊！我愿意发毒誓，要是有半句假话，天打五雷轰。是啊，爸，赵典不会骗我的。好啊，叶枫，果然是条养不熟的狗，我就知道他不可能安心留在启盛，幸好我提前留了一手。爸，你什么意思？这次出国，我除了养病，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跟星云公司接触洽谈合作。米国最厉害的星云公司，他们技术和硬件都顶尖，大夏80%服务器都是他们的，包括我们家。没错，本来他们条件苛刻，但现在顾不上了，我们要全方位替换他们的技术。马上联系星云公司技术负责人，就说我答应他们所有要求，让他们立刻过来。是。爸，那叶枫怎么办？等把服务器的事弄完，我再慢慢收拾他。老爷。星云公司大厦区技术工程师现在就在青城公司，据说他们的服务器也爆雷了。这么巧，你们2个
现在立刻去青城公司把星云的技术负责人请过来。怎么样了？替换系统后，服务器突然瘫痪，网络全部中断，再下去数据流失，公司会破产。怪我没考虑周到，星城硬件不如启盛，运载星城防火墙勉强，才导致瘫痪。什么？又是你？你到底要让我说你什么才好？这事儿不能怪叶枫，快联系星云工程师，让他们来维修。人我已经请来了。杨景兰，我才几天不在，公司就被你搞破产，不行就赶紧卸任。他是陆明华，杨总舅舅，公司二股东，一直想挤掉杨总当总裁。这2位是星云大厦局工程师威廉森、詹姆斯。既然你们来了，就请你们赶紧帮忙维修我们的服务器吧。杨小姐，虽然你们用的是我们星云的服务器，但合约已经到期，要维修必须重新续约保费。没问题，现在就续。那好，我们的新保费合约将会从之前的每年5000万提高到每年5亿。5亿？这不可能！你可以不给，那服务器就你们自己维修。我听说现在不少下国企业都因为服务器被攻击破产了。你在威胁我？威胁你又怎么样？杨景兰，不续约，服务器继续瘫痪，你难辞其咎；续约，一下子支付10倍保费，星城公司也会立马破产。无论如何，你的总裁之位都保不住了。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好处？实话和你说了吧，我和星云公司谈过了，只要由我当青城公司的总裁，保费就可以维持原样，而代价只不过是让青城成了星云公司在大厦的子公司，仅此而已。什么？你要卖了青城？是又如何？只要青城掌控在我手里，我管他背后是谁。哈哈哈哈哈！别担心，服务器的问题我有办法解决。你是个什么东西？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他是我最新聘请的技术部总监叶枫，青城公司一切技术上的问题都听他的。一个糟老头子竟然让你这么信任，难不成有什么特殊本事？他不过就是一个玩忽职守被开除的老骗子而已，能有什么本事？赵子，你来干什么？哼，我当然是来请星云的2位工程师的，难不成是来找你这个老不死的吗？慢着！这2位工程师是我请来的贵宾，我们公司的问题还没解决，他们暂时不能走。你是青城公司的2股东杨景兰的舅舅陆明华。杨景兰，你看到了，2位工程师很忙的，你现在卸任，我立马让工程师维修服务器，不然等服务器彻底崩溃，公司就是毁在你手里的。这是趁人之危。废话少说，你到底卸不卸任？别着急，我说了，我可以处理。老不死，你瞎吹什么牛逼？你一个破技术员还想干工程师的活？赵典，再怎么说我曾经都是你师傅，你没必要一直给我泼脏水，人都要尊老，懂不懂？尊老？我呸！老不死的，老不死的，叫你怎么了？你再废话，老子抽你信不信？你敢？嘴巴再不干不净，我撕烂你的嘴！你敢打我？这里是青城，叶枫是我公司的人，你再骂他一句试试。陆总，你怕是不知道吧？这个叶枫之前是我们启盛的小技术主任，偷了我们的技术，才在青城换了一席之地。你可千万要擦亮眼睛哦！什么？一个搞网络技术的想跨界不说，还是个被逐小人？杨景涵，你怎么招的人？是眼瞎了吗？用不着你管。好，好，好！杨景兰，你的时间可不多了，现在每拖延1分钟，公司就在亏损1分钟。相信我。好，我相信你。杨景涵，你疯了吗？他一个程序员，服务器维修就是门外汉，你敢相信他？那也比相信你这个狼子野心、忘恩负义的畜生好。
我父亲当年要不是因为救你，就不会死。杨景涵，反正我续约与否，结局都是丢掉总裁职位，为什么不赌一把？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杨总，我提醒你一句，要是你的人动了我们的服务器，造成的一切结果，我们不会负责。没错，如果出了问题，要我们擦屁股，保费就要再翻1倍。老不死的，我可提醒你一句，一旦你处理不好，造成的将是数十亿的损失，倾城会瞬间土崩瓦解。你能负起这个责任吗？叶枫，你大胆的修，出了问题，我一力承担。张倩，现在立马起草一份责任书，一旦事故出任何重大影响，我杨景兰一力承担，与叶枫无关。是。叶枫，这次你不需要有任何压力，放心大胆的做，我做你的后盾。放心，虽然很多年不动手了，但这种基础设备，我上大学的时候就玩腻歪了。我一定会帮你保住总裁的职位。哼，死到临头还在装腔作势，我看到时候你们俩要一起滚出倾城。赵典，你再废话，我让保安把你打出去。还有你也是，只要我还是倾城的总裁，一切就都是我说了算，你没资格指手画脚。好，杨景兰，我就看你到时候怎么死！一旦他维修出问题，我保证第一时间召开高层会议，不仅问责，还要送你们去坐牢。杨总，别看叶枫大叔岁数挺大，身材一点也不赖啊。哼。装腔作势，杨小姐，你太愚蠢了。哼，除了我们星云最高级的工程师，全世界没人能修好这些服务器。你们这些大下人更不可能。闭嘴！一口一个大下人，你的祖上不也是大下人？你以为别人看不出来？假洋魁子换了层国外的皮就趾高气扬，什么东西？再啰嗦就都给我滚出去！你。怎么样，可以了吗？我暂时把线路重新布局了，时间紧迫，只能用这种最原始的办法。后续只要在1个月内更换新的服务器就行了。等会儿我再将星辰防火墙系统按照倾城的规格重新匹配一次，重启就可以了。吹牛不打草稿，前后加起来半个小时，星云的工程师都做不到吧？杨总，这个人动了我们的服务器，等下出现任何问题，我们公司概不负责。你负责个屁！等你负责，黄花菜都凉了。叶枫，别管他们，做你的。好了，启动服务器。好嘞。哈哈哈哈哈哈！失败了吧？服务器根本没有响应。我就说这老不死的根本就是欺世冒名，只会吹牛。垂死挣扎，不懂维修还敢硬着头皮上。叶枫，你要是有点自知之明，我劝你赶紧投案自首。杨景兰，你现在主动辞去总裁职务，再把你所有的股份拿出来赔偿给我，我可以承诺不送你去坐牢。快看，服务器开始运转，数据库正在恢复。这怎么可能做到？詹姆斯先生，您快看看，一定是假的。服务器一切正常，已经彻底恢复了。你不是程序员吗？嗨，我这种男人年轻的时候统称技术宅，除了写代码，会点技术维修不是很正常吗？不可思议的技术，连我们星云总部的工程师都做不到这种维修速度。叶枫先生，打扰一下，能问一下您的技术是在哪里学的？现在不叫我不懂技术的大虾人了。不，您误会了，
我们一直都很尊重懂技术的人。杨总，你看，既然服务器已经修好，我们可以再来谈谈服务器续费的问题，年费可以打折。现在又可以打折了？前提是你必须让叶枫先生将他的技术和防火墙系统卖给我们星云公司，我们会支付给你们1000万，但必须签署协议，确保叶枫先生的技术和防火墙系统不可以泄露外传，包括青城公司内部。1000万？你们怎么不去抢？杨总，怎么样？不可能，我不会同意的。杨总，你可别忘了，虽然你们修好了服务器，但青城的服务器合约已经到期，如果不续约，我们将会收回所有服务器，到时候你们公司的所有业务都将无法展开，剩下的只有破产倒闭。杨总，你没有别的选择，只要你肯点头，1000万可以提高到5000万。5000万？星云在夏国有多少用户？一旦垄断，别说5000万，5个亿、50亿都能轻松收割。我不能答应你。詹姆斯先生，这女的敬酒不吃吃罚酒，你们还是跟我先回公司处理我们那边的问题吧。杨总，我给你3天考虑，3天之后不答应，我们会来收回服务器。2位工程师，请。杨景兰，全球的服务器厂商仅此一家，你不答应威廉森，到时候公司业务停摆，还怎么参加大夏信息烧会？这可是青城上市前最关键的一步，如果失败，你对得起青城上下所有人吗？对得起你爸吗？闭嘴，不用你管。青城就算不上市，也绝不会给剥削同胞的国外势力递刀子。哼，既然如此，明天我就召开高层决策会，你给不出合理的解释，就等着被罢免吧。杨总，怎么办？要是真的因为业务停本无法参加信息烧会，我们这些年为上市筹备的努力都白费了。这有什么大不了的？换个服务器供应商呗。你说的容易，像我们这种规模的互联网公司，使用的服务器都是有严格要求的，全球范围内能够满条件的只有星云公司一家，要不然大夏互联网行业不会让米国打压这么多年。这么说，星云公司在这方面还挺厉害。不是，你一个技术大牛，怎么连这点常识都没有？我还真不清楚，我用的都是自己手窜的。真的？那你肯定能帮青城攒出一台超过星云的服务器吧？来不及的，就算他有技术，时间上也赶不上。确实，这种成组的服务器从0到1，光制造就需要至少3个月的时间。那我们怎么办啊，杨总？难不成真要答应他们的要求不成？国内只有一家公司可以解决青城目前的困境，但他们属于军方背景。什么公司啊？东方集团。东方集团。老叶，这次多亏你帮我们搞定了服务器的督建问题，不然军部的第4代无人机生产都是大问题。你可是我的大恩人呐，以后有什么问题尽管来找我。都是战友，说什么客气话？有时间请我喝茶就行了。放心，我那儿还存着2两60年的虎跑老茶，等你下回来，我陪你喝个尽兴。行啊，一言为定。你要是敢赖账，我保证你们东方集团的电子产品全部到机。东方集团根本不是我们可以企及的存在。或许这次青城完了。如果你说的是东方集团，那这件事就很好解决了。什么？你说好解决？叶总监，你还真是什么都敢说啊！那可是东方集团，背后有军部站台。别说我们这种小企业，就算大夏前10上市公司，都未必能说得上话。他们不行，不代表我不行。年轻人，这年头谁还没有点人脉啊？叶枫，你不用安慰我了，你放心，我不会为了公司就出卖你的系统和技术的。怎么都不信我呢？行吧，我带你们去一趟，让你们亲眼看看，你们就知道了。真的？当然，走吧。老叶，事情已办妥，速来。怎么了？是不是发现自己吹大了，想认怂？不是，我现在有点急事儿，你们自己去吧。我们怎么去？我们又不认识东方集团的董事长，去了恐怕连大门都进不去。这样，你们拿着它去东方集团，找他们的董事长李重耀，就说让他3天之内亲自带人过来把服务器搭建好。
欠条？他欠你东西？没错，去了你就跟他说，当年他欠了我2两虎跑老茶，该还了。啥？2两茶你就想换几百亿都买不了的服务器？这我都亏了，要不是看在景林的面子上，我这欠条能换半个东方集团呢。行了，我还有事儿，你俩自己过去就行了。杨总，他不会是害怕的跑了吧？杨总，你可是云城第一美女总裁，怎么会相信这么荒谬的话？叶枫帮了我这么多次，我相信他不会骗我。可这里是东方集团，国内最有名的服务器军工公司，他们的董事长是能和国主谈笑风生的巨佬。我们拿着欠条来要账，你不觉得这太荒谬了吗？无论如何，我都要试一试。走吧。站住！这里是东方集团总部，闲杂人等不得进入。我是云城轻公司的总裁杨景阳，我来见李崇利董事长。董事长啊，你有预约吗？没有。没有预约？我看你是存心来捣乱的吧？不是的，是我朋友让我来的，他跟董事长是旧识，能不能辛苦您帮忙通报一下？你当这是哪里？我们东方集团的董事长岂是什么阿猫阿狗想见就见的？赶紧滚！这里是集团总部，你们在吵什么？王经理，王经理您好，我是青城公司的总裁杨景兰，过来求见李董事长。董事长很忙，没时间，请回吧。王经理，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求见李董事长。我这里有朋友给的欠条，他说只要董事长看了之后，一定会见我的。欠条？什么欠条？收债人叶枫，这……杨总，没想到这欠条真的有用啊！王经理，欠条是叶枫给我的，他说只要递交给李董事长，他一定会见我的。递交？我教你妈个头！王经理，您什么意思？一张破纸，没明细灭落转，总共写了不到20个字，你就敢栽到东方集团董事长的头上？你们真是好大的胆子！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把他们2个扔出去！王经理，这是叶枫给我的信物，他不会骗我的。叶枫？哪里的阿猫阿狗不认识？作死！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杨总，看，我就知道不该相信叶枫，现在该怎么办啊？王经理，麻烦您通报一声，我朋友说董事长欠了他2两虎跑老茶，让我来找董事长帮忙，他不会骗我的。2两茶叶就能骗你到东方集团来送死？杨总，我真怀疑你这个总裁到底是怎么当的，不长脑子吗？我看是要把你们交给安全局，好好审问审问，到底是何居心？这是怎么回事？钱秘书，这2个女的拿着空白欠条，说是来找董事长要账的，我不让进，就赖在这儿不走。欠条，可笑！赶紧把他们赶走，让外人看见了算怎么回事？你说说你们编点什么瞎话不好？就算伪造欠条，也看看这是什么地方，还什么2两虎桃老茶？我呸！我堂堂东方集团会连口破茶都喝不起吗？还愣着干什么？现在就给我将他们的腿打断，以儆效尤！住手！你刚才说什么？虎跑老茶？是啊，他们2个拿着一个空白的欠条，说董事长欠了他们2两虎跑老茶，要找董事长要账。欠条呢？田秘书，这欠条一瞅就是假的，混账！还不快把人放了！姑娘，这欠条你是怎么得到的？是叶枫给我的，他说拿着它过来找李董事长，一定可以获得东方集团的帮助。现在我们青城公司的服务器要被星云公司收回，公司处于生死存亡的关注。云城的互联网产业新秀，青城公司。对，好，我知道了。不过董事长现在在国外开会，等会议结束我会联系他的。这欠条真的好使，叶枫没骗我们，可能比你们想象中还要厉害。你们先回去吧，有消息会立马通知你们。田秘书，这叶枫到底什么来头？你不需要知道，你只需要知道他是董事长的生死之交。10年前，如果没有他，东方集团早已烟消云散。董事长，
青城公司的杨景兰拿着叶枫的欠条来了总部，说是想要寻求集团帮助获取服务器资源。老叶，好，立马安排我们集团最精尖的服务器，一定要尽快送过去。不，我亲自回去一趟。明白。老叶，你把债券、股票投资的房产都卖了，10好几亿，老婆本全都拿出来，怎么了？要娶老婆了？我女人怀孕了，听说云城最近有个大型拍卖会，我想买点好东西给她补补身体。可以啊你，不声不响的孩子都有了。行了，我还有事儿，先走了。回来了，正好可以吃饭。叶枫，你怎么在这儿？叶枫，你怎么知道我家在哪儿？你怎么进来的？身为一个技术男，定个位，开个指纹密码锁还不简单，一点小手段而已。别以为这样就能让我改变心意。无论你怎么选择，在事情尘埃落定之前，我照顾你都是应该的。对了，见到李重耀了吗？没有。什么？那老小子敢赖我账？不是，李董事长在国外开会，我们只见到了田秘书，他说会尽快转达，但也不知道行不行。田鹏那小子啊，他还是挺靠谱的，放心吧。快来吃饭。我怎么感觉你把这当自己家了？我这不是看你最近太劳累，都住院了，而且你肚子里还有我的孩子，我过来给你做一顿好吃的，补补身体。忙了一天，饿了吧？不饿。吃吧。别说，你的手艺还真不错，这是我最近吃过最好吃的一顿。再来一碗，我太饿了。你那不是饿，是身体里多住了一个人。饱了，彻底饱了。行了，你吃饱了，我也该走了。哦，那我送送你。我走了，再见。不然，你今晚留下来睡吧。我睡沙发，不然你想睡哪里？我的卧室？也不是不行。毕竟我岁数这么大了，身体不好。做你的大头梦，安心睡吧。小心！你没事吧？没事，我上去睡觉了。是不是崴到脚了？我给你看看。都肿了。你酒柜有白酒，我去拿来给你揉揉。不用。没事，把淤血揉开就好了。谁让你那么使劲儿的？应该好了。我上去睡了。你走得了吗？没事。在家里就别装女强人了，我送你回房。好好休息。好。杨静兰，我还以为你不敢来了呢。
杨景兰，今天我召开这个高管会议，目的很简单，我们全体高管一致希望你主动卸任青城公司的总裁一职。各位，我杨景兰自从成为青城总裁以来，一直尽心尽力，公司也在蒸蒸日上。前不久，我更是为公司拿下技术峰会的10亿订单。你们为什么要背叛我？杨总，话不是这么说，你是帮了公司不少，但你是公司总裁，那是你的分内之事。就是，再说，我们让你卸任，那是因为你得罪了星云公司，直接损害了公司的利益。你们，大家说的不错。杨景兰，你拒绝和星云公司续约，导致星云公司决定收回服务器，取消合作，到时整个青城将处于停摆状态，青城的损失何止100亿。这是卸任总裁的文件，签了吧，给自己一个体面的退场。陆明华，你这是落井下石！我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杨总，为了自己也为了公司，你还是签了吧。再说，只是卸任总裁，但你还保留公司股份，一样可以拿分红的，下半辈子吃穿不愁。杨景兰，我对你已经足够仁慈了，你不要给脸不要脸。事到如今，你除了负隅顽抗还有什么办法？难不成你还有本事给青城找到新的服务器代理商吗？你怎么知道他没有？胡说八道！市面上还有哪家公司的服务器可以代替星云公司？东方集团。什么？哈哈哈哈哈！你们听听他在说什么？东方集团那可是有军方背景的军工企业，从来不跟私企合作。他杨景兰要是有那个本事，青城还会连上市都求爷爷告奶奶吗？他没有，我有。杨景兰，我以为你想了一天，想了一个什么高招，原来就是来闹笑话。你要是能让东方集团给青城提供服务器，我陆明华愿意亲自跪下来给你道歉。一言为定。杨景兰，躲在一个老男人后面，你看看你还有一点总裁样吗？这是青城公司的高管会议，你找个新来的出头，有把我们放在眼里吗？是啊，杨总，你未免也太看不起我们，你到底有没有办法给个准信儿啊？当然，叶枫，这件事还是让我自己处理吧。听到了吗，杨景兰？现在你必须给我们一个答复，到底有没有办法解决青城公司服务器供应的问题？如果没有，就赶快在卸任协议上签字。想让我签可以，但你必须发誓不能将青城卖给星云公司，不然我宁愿青城破产倒闭。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卸任滚蛋是你唯一的活路，再给脸不要脸，小心我让你彻底消失。他没有资格，不知道我有没有啊？田秘书，这个老李一把年纪了，还这么愿意讲排场，什么意思？这老李是谁啊？难不成是来帮我们的吗？既然老李来了，服务器的问题算是解决了。我说老李，你有没有点时间观念？再来晚一点，黄花菜都凉了。这叫好饭不怕晚。我来早了，你的杨总裁上哪儿看这么一出人生百态去啊？啊！去你的！景兰，他就是东方集团的董事长李重耀，我的好兄弟，以后青城的服务器就用他们公司的。李董事长好。东方集团董事长，陆总，这……杨景兰，你从哪儿找的演员？演的真像那么回事啊！老不死的，冒充军工企业的董事长是要上军事法庭的，你懂不懂？你是打算后半辈子在监狱里度过了吗？放肆！瞎了你的狗眼，连东方集团的董事长都不认识，你他妈平时都不上网的吗？陆总，你看，他真的是东方集团的董事长李重耀，这怎么可能？陆总，他们有枪！别怕，老李是军工企业的董事长，保镖都是北京。收起来吧。杨总是吧？我是李重耀，叶枫的老兄弟。你的事情我听说了，我们东方集团很乐意为你们提供我集团最高端的服务器。不仅如此，以后的维修、检查我们全包了。杨小姐，这是合约，为期10年，您签了之后，每年只需要支付给东方集团1块钱，即可享受所有服务。1块钱？是的。真的吗？实在太感谢你了，李董事长。
要谢你就谢叶枫吧。老叶，有空带2瓶好酒来找我喝酒，我那边忙，就先回去了。走吧，喝酒的话，等我有空再说。你这人，帮你忙连酒都不请喝一口。现在东方集团的服务器租赁合约在这里，你们还有谁要我卸任的？杨总，我们也是一时糊涂。那没什么事儿的话，大家可以回去休息。杨景兰，你给我等着，我不会就这么善罢甘休的。随便。好了，事情都解决了。叶大叔，你也太厉害了！东方集团的董事长还真被你请来了。我早说过了，是你们一直不信。叶枫，谢谢你。嗨，这有什么好谢的？谁让你是孩儿他妈呢？叶大叔，你刚刚说什么？你说杨总是谁吗？老叶说的是我以后会当妈妈，你听岔了，是吧，老叶？老叶。对了，叶枫，你技术这么好，还有人脉，为什么会留在云城这种小地方？是啊。留在云城，哦，那是因为这里小归小，但是自在啊。我怎么感觉你好像有事瞒着我？这怎么可能？行了，既然服务器解决了，我还得看着服务器安装，我先过去了。杨总，叶大叔这人有秘密。赵典，都2天过去了，星云的工程师还没有修好吗？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这么慢，5点就下班，说米国没这种规矩。我不管，公司亏了3个亿，快去催，不然等我爸发飙。2位能不能快点？都2天了还没修好，怪我们！你们防火墙太差，病毒烧了主板，更换很麻烦。我知道，能不能再快些？公司等不起。催也没用，别过来偷窥技术，走开！好了，主板全换完，可以重启。丽宇，你看，不愧是星云工程师，太了不起！赵总监，不好了，服务器又烧毁了！你说什么？服务器又烧了，这次瘫痪的更彻底，几乎达到了100%。2位工程师，为什么会这样？我才更换完服务器的主板，不可能烧毁啊！我知道原因了，是公司的防火墙系统已经彻底被黑客的病毒占领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全都是虚假代码，服务器空机自然爆雷了。你们到底是怎么做事的？吴总，这次服务器烧坏是防火墙的原因，不关我们的事情。我们已经修好了服务器。爸，你没事吧？让赵典去，毕竟他是叶枫的徒弟。赵典，我告诉你，你就是求都要把叶枫求来，不然你就等着吃牢饭吧。王超，入驻云城的事儿准备的怎么样了？回董事长，已经和当地的政府商量好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这次在云城举办的信息烧会将由我们全权支持，并且还准备了一份1000亿的招标项目，支持当地企业。好，你先下去吧。王秘书，我们浩瀚集团贵为京海第1财团，董事长又是信息烧会的终生荣誉会长，为什么对一个小小的云城这么重视啊？你不懂，董事长的一个老战友，技术大牛。董事长的交涉，这是要以投资的名义和他达成合作，绑住这位大神。原来如此。对了，我记得你就是云城人。是的，而且我表弟就在启盛公司任职。既然这样，那这次商会在云城的一切项目都由你来负责，千万不要出错，保证完成任务。终于结束了。人啊，真是不服老还真不行啊。叶总监，你太厉害了，2、3个小时就把这么复杂的设备全都替换完了。杨总呢？杨总和高层正在会议室开决策会议，一时半会儿估计结束不了。行吧，那剩下的基础工作就交给你们了。我还有点事儿，要出去一趟。好嘞，你忙。拍卖会8点开始，现在去应该来得及，还是跟景兰说一声吧。师傅，你救救我！师傅，这次你真的要救我啊！你不帮我，我不光要赔得倾家荡产，还要坐牢啊！我可不是你师傅，我只是一个老不死的，
师傅，我知道错了，我以前猪油蒙了心，我以后再也不敢了。说了别叫我师傅，我受不起。叶主任，千错万错都是赵斌的错，要不是他作梗，我又怎么会开除你？不过现在启盛是真的快不行了，我爸都急得住院了，你就回去帮帮我们吧。小吴总，我记得当初你开除我问过你，要不要给老董事长打个电话？你说不用。我说我能帮启盛拿到技术峰会的项目，你说有照点就够了，还让我把公司配的别墅、车子交出来，没错吧？叶主任，都怪我猪油蒙了心。人敬我一尺，我还人一丈。我叶枫自问对得起启盛公司，对得起老董事长。不过，现在我已经不在启盛了，你们走吧。我是不会帮你们的，帮了你们就对不起倾城对我的信任。叶枫，我们都这么求你了，你真的不肯帮我们一次？我叶枫不是圣人，做不到以德报怨。堂弟啊，我们浩瀚集团决定在代理云城举办的信息商会，还会挑选一个有潜力的投资对象。你堂哥我啊，可是费尽唇舌才帮你们启盛争取到了这个名额，足足有1000亿呢！真的？哼，老东西，你真以为没了你我们就不行了？我告诉你，没有你，老子一样能拯救启盛。我有办法能让你当上启盛的董事长，你就等着享福吧。真的？千真万确，我堂哥可是浩瀚集团的商务部经理，那可是跨国公司，他们出手，别说帮我们维修系统和服务器，就是彻底更新换代一波，也是轻而易举。太好了，我果然没有看错你。叶枫，你等着，老子迟早要收拾你，收拾倾城。浩瀚集团，老姜是瞎了吗？算了，跟我也没什么关系，我还得先去拍卖会给景兰准备补身的药材吧。去晚了，再让人抢了就不好了。幸好赶上了，现在时间还早，去吃点东西。这是我们的菜单，您看一下。小姑娘，你们这儿够贵的，一碗炒饭卖80。先生，我们这是5星级饭店。哎，这不是那谁谁谁吗？哦，想起来了，技术柴叶枫。老顾，叶枫，你怎么也在这儿？哦，我来这边办点事儿，肚子饿了，顺便吃个饭。嗨，你就别装了，我知道你肯定是打听到我们同学聚会没请你，你不好意思，就悄悄过来假装巧遇是吧？真不是。行了，别说了，既然真让你碰见了，那就一起进去吃个饭吧。一碗80的炒饭你都心疼，估计也没有什么机会进5星级饭店。今天我订了包房，一切消费我埋单。是啊，老同学20年没见，大家聚聚。好吧，杨希，坐坐坐，你做主位，你可是今天的主人翁。是啊，你不做主位谁做？那我就却之不恭了。叶枫，你也别站着了，坐啊。真没想到大家20年没见，还能聚在一起。这得多亏了顾总，要不是顾总回来云城任职，我们哪有机会聚在一起？更没有机会来云城最好的5星级饭店吃饭。对了，顾总，这次回来在哪里搞就？大企业吧？嗨，没什么，倾城公司技术部的副总监，要不是年薪给到200万，我才不会从京海回来。倾城？倾城公司，这可是云城数1数2的网络公司啊！200万年薪，普通人一辈子也挣不了这么多吧？顾总牛逼！顾先生，这是2万1瓶的 XO， 现在打开吗？是啊，叶枫，我请你吃一顿大餐，你帮我们这些老同学倒倒酒，不过分吧？确实不过分。同学们，大家好不容易聚一次，我先提一杯，以后在云都有什么摆平不了的事情，都可以找我啊。啊，这酒没喝过吧？2万1瓶的 XO， 进口货，你刚才那一口180块钱就没了。杨希，你这不是在拿叶枫开涮吗？他怎么能和你比？是啊，我可是听说叶枫好像前阵子被公司开除了，这人到中年还被开除，是不好过。没事，没工作来找我，毕竟大家同学一场，你和我还是室友。我给你安排一份保安的工作，1个月6、7千，还有5险1金。那倒是不用，我有工作了。你糊涂啊！你自己找的工作哪能和顾总给你找的比？什么工作？程序员。嗨，一看你啊，就不是什么厉害的程序员，哪像我们顾总，那才是高手。对了，你在哪个公司上班啊？小公司，不值一提。你呀你，都是同学，谁会笑话你啊？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儿吧。叶枫呢？不知道。我打电话问问他，接下来信息商会的事情还要和他商量一下。杨总，为什么你要和叶总监商量？他去哪儿也要告诉你。我怎么感觉你俩这是在互相报备，就像在谈恋爱呢？去你的！对了，婷婷，好像你大学的时候暗恋过叶枫是吧？那时候年纪小不懂事儿，现在让我选，我肯定选择顾总这样的男人，有才华又多金，这才是最有魅力的男人。顾总，我敬你一杯。叶枫，你在哪儿？我在圆山饭店。好，你在那里等我，我正好没吃饭，顺便和你商量一下信息商会的事。好。没必要吧？怎么，看不起我？叶枫，一杯酒有什么的？顾总让你喝是给你脸，外面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机会。就是叶枫，这酒2万1瓶呢，顾总舍得给你喝，千万别不识好歹。老同学，可不是人人都能上我的酒桌啊。行，同学聚会最重要是开心，我喝。同学们，我先告辞了，你们玩得开心。谁说喝一杯就可以走了？我说的是喝完1瓶。顾总说了，喝完1瓶才准走。我喝不了。给脸不要脸的东西！老子今天举办同学会，你舔着个脸过来蹲着，好不容易混进来，又落我面子，是存心跟我过不去啊！今天这酒，你喝也得喝，不喝也得喝。叶枫在哪个包间？叶枫先生在888包厢。好的，谢谢。什么意思？今天这酒我不喝还走不出去了？没错，我不喝你能把我怎么样？给脸不要脸的东西！你一个被开除的社会底层，有资格跟我这种成功人士在一桌吃饭，是你8辈子修来的福气，知不知道？叶枫，你要是识相就赶紧喝了。顾总现在的身份，你可得罪不起。什么身份？我叶枫一不靠他吃饭，二不靠他穿衣，用得着捧他吗？哼，跟上学的时候一样，嘴巴还真硬啊！还以为自己有点本事，就不把所有人放在眼里。你们几个去把他摁住！顾阳新，你要干什么？敢得罪老子，老子动动手指，随时就能让你在云城混不下去！呸！给脸不要脸！放开我，不然你一定会后悔的！哈哈哈哈哈！后悔？我长这么大还不知道后悔2个字怎么写？给我喝吧你！给我住手！你们在干什么？你们在干什么？美女，没什么，就是和叶枫开个玩笑。今天同学聚会，我们和他是老同学。同学聚会就是几个人按着叶枫往他嘴里灌酒，那又怎么了？谁叫他不给顾总面子？我叫顾阳新，刚从京海回来，青城公司新上任的技术部副总监，年薪200万。青城公司技术部副总监，没错，美女，你叫什么呀？我们可以认识一下。我叫什么你还不配知道？你叫什么我倒是记住了。叶枫，我们走，我送你去医院。站住！你想干什么？美女，陪我喝一杯，再留下电话号码，我就放你走。对了，要喝交杯哦。别理他。想喝酒是吧？好啊，我就让你喝个够！顾总，你没事吧？你敢打我，老子要弄死你！弄死我？好啊，不过在你弄死我之前，我请你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我是谁。青城公司总裁杨景兰。杨总，对不起，我不知道是你。你被开除了。杨总，你就饶我这一次吧，我再也不敢了。我不想重复第2遍。滚！叶枫，你没事吧？要不要送你去医院？不用，缓一缓就好。等下还要参加拍卖会。你都这样了，都还要去拍卖会，是有什么东西你非要不可吗？是。算了，我带你去换身衣服。这拍卖会很热闹啊，云城有权有势的老板几乎全来了。不管谁来了，我都志在必得。你不懂，拍卖会的压轴物品何等重要。我刚刚打听了，这次要拍卖的可是查干湖的头鱼，40年份，这种东西100年难得一见，每次都会以天价成交，你那点工资怎么可能够？放心，杨景兰，还真是冤家路窄，怎么到哪儿都能碰见你呢？怎么头鱼拍卖你也想来掺一脚？不是他，
是我。你，哼，你一个臭打工的，就你兜里那俩钢镚，买得起一片鱼鳞吗？陆明华，你嘴巴放干净点，买不买得起跟你没关系。今天到场的哪一个不是身价上亿，非富则贵？一个臭要饭的进来，主办方怎么想的？拉低拍卖会的档次。亲爱的，这里有一股好重的琼香味儿，我们过去吧。宝贝，今天我就把头鱼拍下送给你。别跟这种人置气，气坏了不值得。各位尊贵的来宾，大家中午好。接下来我们拍卖的是今年查干湖出产的第一条头鱼。今天这条头鱼是近20年查干湖出产的体型最大、年份最久的一条，重达300斤，营养价值极高。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头鱼。不错。起拍价1500万，每次加价不少于100万。1500万，那最后的成交价岂不是要上亿？少见多怪，没钱就赶紧滚出去，省得脏了这个地方。起拍开始，现在开始竞价。1500万，2000万。臭要饭的，我加一次价就是你辛苦一辈子都挣不来的。现在知道什么叫自取其辱了吗？5000万。你疯了？哪有这么加价的？每次加100万，你怎么一下子加那么多？你说的，这条头鱼最后的成交价起码得上亿，那100万的加也买不到啊。那也不能这么加呀！5000万一次。亲爱的，他跟你杠上了。那种脸充胖子，我看你能装多久？7000万。好，这位先生出7000万。1个亿。你跟我装上了是吧？一个臭打工的，装什么大款？拍卖嘛，谁出价高给谁，很合理。东西我想要，我出价有什么问题？行，老子就看你能加到多少。1亿5千万。叶枫，钱我有，但最多能拿出3亿现金，可以借你，其余的都是股权，暂时无法套现。放心，我心里有数。1亿5千万一次。2亿。这就是你说的心里有数？2亿买条头鱼，你疯了？放心，他值这个价。5000万加，我再有钱也不能这样挥霍啊！虽然我知道你做饭挺好吃的，可这2亿的鱼，咱也不是非吃不可吧？叶枫，你脑子进水了吗？起拍价1500万，你喊价到2亿，你哪来的钱？怎么，还要我把银行卡给你查看一下？不过仗着杨景兰你还装上了，他个人现金最多3个亿，我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3亿！亲爱的，你真棒！好，陆先生出价3亿，还有没有跟的了？3亿一次，别再出价了，超过3亿已经是我的能力之外了。放心吧，我一个大男人，再怎么落魄也不能用女人的钱，我有钱。3亿2次。臭大逼，继续喊价啊？怎么不喊啊？5亿！5亿！你他妈有病是吗？刚才几千万的加，现在加2个亿，怎么，不可以吗？你有钱你就继续，没钱就老实坐下，少碍事。主持人，我严重怀疑这人是来捣乱的。陆先生，拍卖会原则上我们不能限制客人喊价，不管是加价100万还是100亿，都是客人的自由。亲爱的，怎么办？难道要让那个穷酸底层骑在你的头上？妈的，老子不信杨景兰能拿出那么多的现金！5亿5千万！叶枫，别再喊价了，我没有那么多钱。7亿！你疯了你！7亿一次，7亿2次。亲爱的，加价啊！加你妈呀！为了一条破鱼花7亿，你给吗？7亿3次，恭喜叶先生成功竞拍下今年的头鱼。谢谢。主持人，你们被耍了。什么？据我所知，杨景兰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所以叶枫胡乱的喊价，最后也不可能成交。杨小姐，今天你能拿出7亿成交吗？今天不行，你给我3天时间，我一定可以凑出来的。3天？3天后能拿出100亿有什么用？拍卖成交就是当天。好啊，你们敢捣乱，你们知道后果吗？杨景兰啊，杨景兰，我还以为你真是找到了什么人才，闹出这么大的笑话。等今天你被抓走，我看你还有什么脸面继续留在倾城担任总裁？叶枫，这下该怎么办啊？
景兰，你把心放在肚子里，等建罪完毕就知道了。哼，叶枫，你真以为这里是海鲜市场啊？这里是全国最有名的拍卖会。我知道你还敢乱来。你知道接下来拿不出钱来，你的后果是什么吗？这里是正规拍卖会，一旦故意抬价，最后无法成交，我们将会依法起诉你们，不仅要坐牢，还要你们承担一切损失。叶枫，都叫你别喊价了，你怎么就是不听？怕什么？付钱就是。付钱？杨景兰亲口承认，今天拿不出7个亿，拿什么付？他没有，我有啊。我一开始就没打算让景兰出钱。就你一个臭打工的垃圾，你能拿出7亿？你在做什么春秋大梦？叶先生，我们现在见资，如果今天你拿不出那笔钱，我们就把你送去治安所。叶先生，别，主持人，这鱼我们要了，1分钱不会少给，我先给你3亿，剩下的钱明天一定补上。杨小姐，你当这里是菜市场，可以讨价还价。今天拿不出7亿，你们谁都走不出去。死到临头还在装腔作势，我看你们等着洗干净屁股坐牢吧。你要是能拿出7亿，我跪下管你叫爷爷。我可没有你这么不成器的子孙。好你个！出来了，叶先生这张卡里的余额有10个亿。既然没问题，就刷卡。我没看错吧？他有整整10个亿。叶枫先生，真是对不起，我们竟然如此无礼的对待你。没事，现在交易付钱，可以把鱼给我了吗？可以，为了表示歉意，我们会亲自把鱼送上门。陆先生，从今以后，我们拍卖会将不再欢迎你这种信口胡说的客户，请你离开。叶枫，你为什么比我还有钱？这些年除了写代码，也做了不少投资，滚着滚着就这么多了。叶先生，卡刷好了，还给您。这鱼给您送到哪里？鱼就送到杨小姐的别墅就行，没什么事儿的话，我们就走了。等等，送到我那儿什么意思？这头鱼是买给我的？当然了，这头鱼寓意好，而且营养价值也很高。前阵子你不是劳累过度晕倒，加上又有身孕，我就想着买下来给你补补身子。千金博一笑，叶先生大格局。叶枫，你明明可以把这7亿直接给我的，我保证什么病都好了。好了，鱼汤弄好了，可以开饭了。我这辈子没吃过7亿一条的鱼。味道真的特别。这个查干湖的头鱼，也就是鱼丸，营养价值极高，是大补的食物，多吃点。好久没有这么轻松的吃一顿饭了。你说你一个20多岁的小姑娘，这么辛苦是为了什么？为了完成我爸的遗愿。只要在信息商会上得到浩瀚集团的赏识，那倾城就算彻底在国内信息界站稳脚跟了。浩瀚集团，那还不简单？我帮你。你帮我？你确实已经帮了我很多，叶枫，谢谢你。没有你，我早就坚持不下去了。叶枫，这么晚了，你还是留下来吧。还住沙发？我卧室旁边还有房间，你可以住那间房。老姜啊，我听说你们浩瀚集团要来云城了，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算了，我可以答应你，不过你也得帮我一次。怎么会那么热？那条鱼这么补的吗？你怎么会在我的房间？你看清楚，这是我的房间。你昨晚偷摸进来，窜上床抱着我，又是亲又是摸。你别说了。又不是第一次走错了，这么害羞干什么？你还说？生米都煮熟2次了，不然咱们找个时间把证领了吧。
等信息商会结束再说吧。行，我就当你答应了。陆总，只要你跟我合作，我保证帮你把杨景兰赶出公司。你真有把握做到？浩瀚集团信息商会，我堂哥是负责人，我让他把倾城赶出商会，你趁机发难，逼杨景兰下台。这么做，你似乎没有什么好处啊。等你当上倾城老总，把叶枫的维修技术和防火墙拿出来，我们两家合作，做大做强。哼，我就说你不会白白帮我，这叫互补不利。叶枫、杨景兰，等着，这次老子玩死你们！陈总，久仰久仰。张总，您客气了。陆总，这是我堂哥，浩瀚集团的营销部经理赵理，也是这次信息商会的负责人。堂哥，这位是倾城公司的第2大股东陆总。赵经理，不愧是浩瀚集团举办的信息商会，也太豪华了。哼，我们集团作为大夏第1财团，别说城主，就是3省总督都要给几分面子，这不算什么。陆总，这下放心了，只要有我堂哥在，帮你把杨景兰赶下台，分分钟的事儿。杨景兰，云城第1美女总裁。赵经理，感兴趣？那等我收拾完杨景兰，就亲自把她送到你床上。好啊，我就喜欢这种职场女强人。是，知道了。堂哥，怎么了？集团总公司发来消息，今天董事长会亲自过来，除了千亿项目的归属，还要宣布一件大事，任命集团的技术部总监。江董事长要来？没错，所以我要赶紧去迎接。堂弟，这里你帮我看着点。好，你快去。赵衍，这次有你，启盛公司一定能一飞冲天，陆总也能如愿的拿到倾城公司。丽媛，陆总，为我们的合作成功，提前干一杯。杨总，浩瀚集团举办的信息商会，几乎云城的公司都来了，看来这次项目的竞争很激烈。有叶枫的防火墙系统在，问题应该不大。哼，好大的口气！老不死的，你们还真敢来啊！这次商会，浩瀚集团邀请的是全云城的网络技术公司，我们为什么不能来？杨景兰，别以为能混进信息商会，你就能拿到那个1000亿的扶持项目。陆明华，身为倾城的第2大股东，你什么时候跟净手公司的人站在一起了？难道投敌了不成？陆总是我邀请的嘉宾，有什么不妥吗？还真是蛇鼠一窝。就算你能进来又如何？浩瀚集团的1000亿扶持项目，你一样拿不到。据我所知，这个1000亿扶持项目，针对的是有能力、有潜力的信息技术公司。换作是以前，倾城的确争不过启盛，但现在有叶枫，没资格的是启盛才对。哼，别以为这个老东西搞了个防火墙系统，你就高枕无忧了。你们过来也不过是陪跑。我这个人一向信奉实力为王，叶枫的实力如何，他的防火墙系统如何，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只要有叶枫的系统在，倾城就不会输给启盛，是吗？杨总，公司传来消息，技术部失窃，叶总监的防火墙系统资料被偷了。什么？为什么会被偷？不知道，就连技术部的监控也被删除了。不可能啊！坏人根本进不了我们公司，除非是自己人。陆明华，这件事是你做的？没错，技术部失窃是我做的，叶枫的防火墙系统资料也是我偷走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偷走资料对你有什么好处？实话告诉你，我已经和赵总监谈好，他会帮我把你赶出倾城公司，到时候我做总裁，和他一起开发叶枫的防火墙系统。叶枫，你有技术又怎么样？到头来还不是一个臭打工的，为我们这种人上人服务，一辈子没有翻身的可能。我实在是低估了你们的无耻程度，堂而皇之的犯法，也可以说得这么理直气壮。赵胆，纸是包不住火的，一旦浩瀚集团知道你们的所作所为，就更不会选择启盛。看来杨总还不知道吧？哼，
我堂哥可是浩瀚集团总部营销部的经理，这次信息商会就是由他负责。他已经跟我说了，这次的1000亿扶持项目已经内定起胜了，就连江董事长也会为了起胜亲自过来。什么？杨景兰，认命吧，你没有翻盘的可能了。等启盛拿到扶持项目，就会联合浩瀚集团对付倾城，到时候你就会被踢出董事会，踢出倾城，一无所有。哦，你就这么确定老姜是为启盛来的？不然呢？杨景兰，倾城这次在你手里死定了。不会的，项目肯定是倾城公司的。老不死的，你说是就是啊。恐怕你还不知道，在倾城公司面前，浩瀚集团是怎样的庞然大物吧？一根手指头就能碾死倾城。赵岩说的没错，比起浩瀚集团，倾城连一只蚂蚁都算不上。浩瀚集团要是这种仗势欺人的公司，早就破产了。你还在自欺欺人？怎么，我说的不对吗？我亲堂哥可是浩瀚集团总部的高管，他的一句话就能决定倾城公司的生死。没错，叶枫，当初开除你选择赵编，是我人生中做过最正确的选择。行了，既然连防火墙系统的底牌都没有，你们可以滚了。叶枫，我们走吧，我就算是死，也不会留在这里受他们羞辱。走，我们走了，今天这信息峰会可就开不下去了。叶枫，你脑子进水了吧？你说没有你们，今天的信息商会就开不下去。是啊，今天要是没有倾城公司，这个商会还真就开始不了。董事长，真没想到您会亲自下来。我那位老友突然之间想开了，答应的当我们集团的技术总监，这我不得亲自过来一趟？就是您说的那位网络技术大神？没错，没有他，也没有现在的浩瀚集团。对了，还有多久到会场？10分钟。老不死的，你还真是狂妄啊！我看他是走投无路，已经发疯了吧？叶枫，你别乱说话。启盛公司不算什么，但是浩瀚集团我们万万得罪不起。是啊，叶总监，我们得罪不起的。我真没有乱说。今天浩瀚集团这个信息商会，除了宣布投资一个有潜力的公司，还有一个人事任命。没想到你这个底层垃圾，居然也打听到了这个消息。没错，今天浩瀚集团是要任命一个大神级人物成为集团的技术总监，可惜此人极其神秘，就连我堂哥都不知道是谁。他不知道，我知道。你他妈到底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那个人就是我。叶大叔，都什么时候了，你就别乱说了。不知天高地厚的狗东西，胆大包天，竟敢连浩瀚集团的人事任命也敢冒充！我看你是活腻了。我这个人性子直，不会说谎，倒是你，到底打着浩瀚集团的名义在这里耀武扬威，要是他们董事长知道，你又是什么后果？老不死的，还敢在这里教训我！你他妈找死！叶枫，我们还是走吧。走？刚才不走，现在就别想走了。来人！完了，这下想走都走不了了。叶枫，你胆大妄为，嚣张至极，冒充浩瀚集团的人事任命，还敢捣乱会场，不收拾你怎么以儆效尤？老叶应该到了吧？赵理，你去准备人事任命的文件，我先去会场看看。好的，蒋总。赵典，你别乱来，我不准你动叶枫。杨景言，识相的滚开，不然我连你一起收拾。杨静兰，这次你还觉得找到叶枫是一件好事吗？你要被他害死了。我从来没有后悔遇到叶枫，更没有后悔让他成为倾城的一员。这是我人生中做的最正确的决定。冥顽不灵，既然你想死，那就连你一起拿下。动手！赵典，我警告你别乱来，你要是动到景兰，今天谁来都保不住你。还有，你最好打电话问清楚，我到底是不是浩瀚集团要任命的大人物？你打伤我，负不了责任。哼，不用问，你这种垃圾，怎么可能入得了浩瀚集团的眼睛？我看他就是怕了，开始拖延时间了。还不快动手！住手！你们在干什么？
还不快放开他们！老叶，你没事吧？老姜，你再晚来一步，我可就被你们公司的保安给拿下了。混账！你们怎么敢的？哼，又来一个老不死的，你他妈谁呀？这句话该我问你。这里是浩瀚集团举办的信息商会，谁给你的权利在这里动我的朋友？老子是启盛集团的技术总监赵典，我堂哥是浩瀚集团总部的营销部经理赵礼，也是这次招标会的负责人。哦，这么说你是仗着你堂哥，所以在这里耀武扬威？是又如何？老不死，再不说你是谁，我连你一起收拾。我就是浩瀚集团董事长江明海。江明海，去你妈的糟老头子！你还敢冒充江董事长？敢打我，老子打的就是你！你个老不死的，狗胆包天，连浩瀚集团董事长也敢冒充！我堂哥已经去接江董事长了，你就是个冒牌货！岂有此理！我江明海混迹几十年，从来还没有人敢这么羞辱我！羞辱你，老子等下还要扒了你的皮！对哟，老姜，在你的地方还能被欺负，我要是你，我可忍不了。叶枫，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开玩笑？是啊，叶大叔，你还嫌不够乱吗？没事，老姜顶得住。好，好，好，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扒了我的皮！怎么，不服气？老东西，我告诉你，我堂哥赵礼只要一句话，你们今天都得交代在这里，懂吗？赵礼是吧？我倒要看看是谁给他赵礼这么大的能量。老姜，你没事吧？老东西，再敢提我堂哥的大名，老子断你一条腿！赵礼，我给你1分钟，1分钟不出现，以后就不用出现了。东西都准备好了吗？回王秘书，都准备好了。什么？我马上来。怎么了？不知道啊，董事长让我赶紧去会场。难道是有人闹事儿？什么？他妈的，敢在这个节骨眼闹事儿，这不是存心给我上眼药吗？我他妈非要打折他2条腿不可！装腔作势，自当临头还装。我江明海这辈子还没遭受过这种屈辱，要是不收拾你，我江子倒着写。接着演，就你这熊样，能是江明海董事长？你和叶枫不过是一丘之貉，一样是个老不死，少往自己脸上贴金。老叶，这小子怎么那么混蛋？他本来就是一个混蛋，之前我在启盛也是被他陷害离职。好，好，好，那就新仇旧恨一起算。算是肯定要算，不过是清算你们。叶枫，你冒充大人物，至于你冒充江董事长，等我把你们拿下，我相信我堂哥一定会在江总面前替我美言几句，说不定以后我还能去浩瀚总集团总部上班。亲爱的，你要是去了，可别忘了我们启盛。上班，你等着去坐牢吧！老不死的，越说越来劲儿了是吧？还站着看戏？商会马上开始，还不快把这类老不死的抓起来，给我把他们的腿一起打断！统统给我住手！赵典，你现在让他们停手还来得及，要是真打断老姜的腿，后果你承受不起。虚张声势，老子立马就能代表启盛公司获得浩瀚集团的1000亿扶持计划，我有什么承受不起？就你还想获得扶持计划的项目？做梦！不见棺材不掉泪，给我打！老不死的，我看你的骨头硬还是保安的拳头硬？让你们住手，没听见吗？堂哥，你来的正好。赵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哦，这个老不死的冒充江董事长，我在替你教训他。什么？你混蛋！你真是蠢的无可救药！赵典，你就找死不要连累我呀！堂哥，你打我干什么？他们几个捣乱，我在帮你收拾他们。
赵经理一定是嫌弃你处理的太慢，江董事长可能要来了。堂哥，放心，江董事长还没来，他不会知道的。我就是想趁着大会开始之前赶紧清理他们。而且堂哥你也说了，是你帮我争取了天意扶持项目，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等我收拾完他们，就把杨景兰绑了，送去你的床上。好啊，原来都是你，照理安排的。仗着浩瀚集团给你的权利，让你堂弟为虎作伥，你自己也是蛇鼠一窝。不，您别听他胡说，老不死的，敢这么跟我堂哥说话，你活腻了，混蛋！董事长，一切都是他胡说八道，与我无关啊！什么？他就是江董事长？他是董事长？蠢货！我真是要被你害死了！叶枫，我早给你说了，浩瀚集团的千亿扶持计划没问题。本来这也是老姜特意给我准备的礼物。赵理，你纵容堂弟嚣张跋扈，从现在开始，你被开除了。江总，不要啊，不要，我错了，江总。赵典是吧？竟敢打我！我不让你坐牢，打官司打得你倾家荡产，我跟你姓。江总，对不起，饶我一次吧。来人，带去。王超，任命书和千亿扶持计划的项目书呢？在这儿。老叶啊，你看我这样子，没办法继续参加商会了，你们看着办，我先去医院。行，你先去，我晚点来看你。杨小姐，这份就是浩瀚集团的千亿扶持合约，恭喜你们倾城获得了这个项目。谢谢。我先陪董事长去医院。叶大叔，这不是做梦吧？这大白天的做什么梦？叶枫，谢谢你。不客气。星辰系统再加上这份千亿扶持项目，全当做我送给孩子的礼物。不够。什么？还不够？那你还想要什么？不是我想，是他。孩子想要什么？孩子想要一个爸爸。叶枫，我们结婚吧。真的啊？不过在此之前，我们得见见我妈。只要过了我妈这关，我们就领证。我这丈母娘不为难人吧？不好说，我妈当年因为和初恋分手，一气之下嫁给了我爸。后面我爸因公去世，她又忘不了初恋，跑去了国外。她看男人很严格的。你妈这经历怎么跟我初恋一样？为了她，我也就留在了云城20年。不过幸好现在遇见了你。等会儿见到我妈，机灵点。遵命，老婆大人。我去上个厕所，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叶枫，美贤，没想到还能在这儿遇见你。这些年你过得好吗？和你分手之后，我冲动的嫁给了别人，这些年觉得很对不起你。都是过去的事情了，还提他干嘛？叶枫，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我听说你也一直单身，我们还能再续前缘吗？妈，景兰，你来的正好，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一直给你提起的那个初恋，叶枫。叶枫是你的初恋？这怎么可能？